华为 Mate 50 Pro、iPhone 14 Pro Max， 这两台手机就是最近新推出的两台影像旗舰手机。那看过前2集的朋友都在催让他们赶紧对比一下，那这不来了吗？那由于前2期节目已经分别介绍了他们两台手机在宣传与现实中的差距了。那比如说 Mate 50 Pro 的可变光圈，还有 iPhone 14 Pro Max 的 RAW 格式。那这期咱们就直接捞干的看他们俩对比了。那没有看过他们详细介绍的朋友，可以去看这2期视频，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搜这2期视频。那节目开头呢，还是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认为这两台手机在综合实力方面哪台能赢呢？是综合实力方面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我们对比的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觉得 Mate 50 Pro 能赢的打1，觉得 iPhone 14 Pro Max 能赢的打2。华为 Mate 50 Pro、iPhone 14 Pro Max， 他们俩都是近期新发布的影像旗舰手机，那他们俩总得对比一下呗。那当然。对。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每期在评测之前呢，我先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不为别的，主要是想吸引您参与到摄影中来。那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的拍得不好抛砖引玉。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张。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多多支持。没错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就来看看华为 Mate 50 Pro 跟 iPhone 14 Pro Max， 他们俩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Mate 50 Pro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 3.5 倍的长焦。iPhone 14 Pro Max 后摄也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3倍的长焦。需要注意的是 ，Mate 50 Pro 在拍摄界面中给了你一颗10倍焦段切换按钮，但是它并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它是靠 3.5 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iPhone 14 Pro Max 的拍摄界面中也给了你一颗2倍的焦段切换按钮，同样的，它也是没有2倍镜头的，它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在后面内容中呢，我用简称了Mate 50 Pro 简称华为， iPhone 14 Pro Max 简称苹果。那么手机有这么多颗镜头，我们一颗一颗的讲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硬件参数上看，华为的主摄感光器稍微小一些， iPhone 的大一点但是华为的主摄有可变光圈，它从 f1.4 变成 f4.0。在上期单独聊它的节目里已经展示了每级光圈在成像中的不同了，而且也展示了它跟传统相机可变光圈在成像方面的不同。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就不再赘述了。还有一点，等效焦段，华为的等效焦段是27毫米比苹果的视角稍微窄一些，但是它还是裁切了4周画面来保证边角画质的。那么这点居然要到宽容度环节才能看出来。从实拍样片上看，两台主摄的成像色彩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过呢，高光部分就是天空的云彩苹果居然过曝了，华为的细节保留还是非常丰富的。那至于颜色的区别呢，你们就当两台手机成像风格的不同吧，因为不同的镜头、不同的胶片、不同的感光器，反正总会有自己的风格嘛。你们就说你们喜欢哪边拍摄的色彩就行了。至于接近真实环境嘛，两边都不接近。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不错虽然华为的视角更窄，拍摄的物体更大，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也没有比苹果强很多。不过苹果那边的锐化是更重的。边角画质方面这回就不是镜头的光学素质了因为华为会裁切一圈画面嘛，这点咱们宽容度环节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在成片的边角画质方面，确实还是华为的更好。
再看一组主摄拍摄的样片，在颜色方面呢还是有些许区别的，但是没有刚才那么明显。哦，对了，这里说一下啊，华为的主摄白天系统会默认用 F2 的光圈来拍摄，到了夜里暗光的时候才会开到 F1.4。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还是都不错啊，苹果的锐化还是更重一些。边角画质方面啊，依然是华为拍的照片边角画质更好，这不是镜头的光学素质啊。两边主摄都有高清模式，华为是5000万像素，苹果是用RAW格式拍摄高清模式啊，是4800万像素。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苹果的解析力更高，华为还有一个比高清模式更高清的 AI 高清模式，在这个模式加持下，解析力方面依然也敌不过苹果的48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说，两边是差不多的，华为的像素稍微高一些，视角稍微广一点。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成像风格不像主摄第一组差距那么大了啊，但是成像的风格好像反过来了。你们仔细看，华为拍的这张色彩是不是更像苹果拍的，而苹果这张是不是更像华为拍的呢？视角方面是华为的超广角更广啊，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苹果拍不到的范围。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别忘了华为那边是1300万像素啊，比苹果略高一些，但是在解析力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啊，这个差距不像是只多100万像素的差距。边角画质方面，两边都有下降，而且挺明显啊，毕竟是超广角镜头嘛，边角画质很难把控的。再看一组超广角拍摄的样片，哇塞，这一组的成像差距可就真够大了，华为那边可真够鲜艳的啊，苹果那边有点素。但是注意看天空的云彩，华为的细节还是稍微多一些。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华为的超广角解析力更强啊，这个差距很明显。边角画质方面，同样两边下降的还是都非常明显的，但是华为那边略强。再看微距的拍摄效果，苹果这边就是用超广角直接拍摄微距的，那么两边在拍摄微距时候的效果都可以说不错。华为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微距拍摄选项啊，从实拍效果上看，华为这边的效果更好一点。再看中长焦镜头，华为是一颗3.5倍的长焦镜头 ，iPhone 那边是一颗3倍的长焦镜头。那么感光器大小是华为这边更大啊，原生像素也是华为这边更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华为这边的6400万高像素模式，只有在拍摄超过3.5倍的数码变焦的时候才能自动调用啊，在高清模式里边并没有长焦的高清选项。在长焦的对焦效果测试中呢，两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现在是华为的对焦效果，现在是苹果的对焦效果，可以看到两边的对焦效果都非常理想啊，可以放心的使用。样片对比，我们先从2倍焦段开始对比。2倍大家应该还是比较常用的啊。2倍焦段它们都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苹果的更好。现在就是光学焦段的对比了啊，华为是3.5倍，苹果是3倍。在解析力方面，两边都非常不错，但如果要分出一个更好的，仔细看啊，是华为的更好。现在是10倍的对比，10倍它们都是靠自己的长焦数码变焦来拍摄啊。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华为的更优秀。华为 Mate 50 Pro 前摄有3个焦段，远相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原的。它的人像模式里，美颜有3个功能：磨皮、瘦脸、肤色，还有几种简单的背景虚化效果。录像表现同样有3个焦段，整体防抖效果还可以，而且3个焦段特别方便，可以拍各种东西。苹果的原相机就更真实、更生动一点。它前摄有2个焦段，没有那么全面，人像模式也没有美颜和滤镜之类的，但是可以给自己打个光。录像的表现呢也非常优秀，只要不是手特别抖的话，画面基本没什么问题，还可以拍4K 的视频。人像拍摄，这两台手机都是用主摄直接拍的，并不是用中长焦拍摄啊。那么在实拍效果上看，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的效果呢？我告诉你啊，苹果这边更真实、更所见即所得、更这更那的，你们有人喜欢它吗？我告诉你们啊，人像拍摄中的真实就是哪边好看哪边真实，这就是真正的真实。华为这边的表现更好。扩张度对比这块呢，咱们先从华为的直出 JPG 跟RAW格式的对比开始说起。先打开一张华为拍摄的 JPG 照片，可以看到暗部细节还是挺丰富的，暗部的花纹看的还是很清晰的。再打开一张相同场景拍摄的RAW格式照片，可以看到暗部细节什么都没有，而且已经能看出噪点了。就算通过 Camera Raw 打开这张RAW格式照片再进行后期处理，你们也会发现暗部的细节是无法找回的啊，不管怎么降噪也没戏。这说明华为的RAW格式照片就是单帧RAW啊，就是一张很正常的RAW格式照片。把直出 JPG 跟RAW格式放在一起对比暗部细节，看得更直观啊，可以看到差距是非常大的。现在的手机直出 JPG 的多帧合成效果已经非常理想了，
那么弱格式呢，尤其是华为这种单张的弱格式是不可能跟直出 JPG 进行抗衡的。哦，对了，华为的直出 JPG 在视角上是没有弱格式广的啊，这点从对比图上就能看出来。那么直出 JPG 为了保证边角画质，还是会自动裁切一圈四周画面的，而弱格式就是整个的主摄的拍摄画面。那华为的弱格式是单帧的弱，而苹果的弱呢是多帧弱。那多帧弱它就能比直出 JPG 强吗？那我们看一下啊。同样的，还是先打开苹果拍摄的直出 JPG 照片啊，看暗部细节还是挺丰富、挺清晰的。打开苹果的弱格式看会怎么样呢？注意啊，苹果的弱可是多帧弱哦，那一样细节还是看不到。那没关系，咱们用 Camera Raw 打开看一下苹果的弱格式怎么样啊？打开之后呢，先选择苹果的自己弱格式配置文件，其实选不选都一样啊。你放大暗部细节看吧，总之就是虚的啊。这点我们上期单独聊苹果的节目已经提到了。它的多帧弱虽然说看起来不错，但是在极限环境下跟自己的直出 JPG 比还是不行的。所以用手机拍摄，它是用直出经过计算摄影的 JPG 拍就完了，甭整那些没用的，还累得很。那在这个场景下，两台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华为这边好一些，但是有点假啊；暗部细节苹果的多一点。超广角的表现，华为的色彩没有苹果好，但是该有的细节也都有。再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虽然说明暗有些区别，但是该有的细节也都有。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两边的表现都很好。最后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华为这边的颜色有些发白，但还是那句话，该有的细节也都有。如果你会后期呢，都没问题。如果直出呢，苹果的好一些。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华为稍微白一些，但是没有问题，该有的细节也都有，两边的表现都很不错。夜景对比，我们还是先从城市照明环境，但是有亮光有阴影的大光比场景开始。先看主摄，两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啊，无论是暗部细节还是亮部细节都非常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亮部细节是差不多的，但是暗部细节华为的稍微丰富一些。再换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暗部就更暗了。主摄的表现，两边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超广角的表现，同样华为的暗部细节多一些。由于这个场景暗部更暗，咱们多说一嘴弱的表现啊，现在是华为的表现。那么除了视角弱格式更广一些以外，暗部细节弱格式的噪点非常的重啊，那么这点在宽容度环节已经展现了。那苹果的弱除了是多帧弱以外，在这种不是很暗的夜景环境中，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它还是可以用4800万像素来拍摄，那么它的解析力是比华为的夜景要强的啊。不过它只能在比较亮的夜景模式下进行4800万像素拍摄，再暗一点它就会变成1200万像素了。那接着看夜景的对比啊，这个场景华为的主摄偏色稍微重一些，但是两边的细节还都是很丰富的。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华为的好，亮部细节苹果的好。再换一个有强光的场景，两边主摄都有眩光，两边主摄的细节也都挺丰富。超广角的表现还是暗部细节华为的好，亮部细节苹果的好。环境光线继续变暗，这个场景比前面都暗。主摄的表现，两边的水平都很高，细节非常丰富。超广角的表现，苹果的自动夜景开始发威了，细节多起来了。但是华为那边偏色倒是很厉害，而且这种场景华为的超广角容易拍虚啊，上期节目已经说了。从女流氓小巷开始，场景就非常暗了，手机就该打开夜景模式了，但是苹果那边没有啊，它只有自动夜景。从成片效果上看，主摄华为更优秀啊，细节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就差不多吧，半斤八两。这个场景比女流氓小巷还要黑啊，但是苹果主摄的表现还不错，细节丰富程度上可以跟 RYYB 滤光片的华为差不多了。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华为的更优秀啊。其实老实说，这么暗的场景，没什么人用超广角拍了。祖传神兽场景非常的暗啊，华为主摄的 RYYB 滤光片再次发挥了威力。哦，对了，还有 1.4 的大光圈，细节呈现比苹果多。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上也是华为的多。健身器场所，华为的主摄再次战胜了苹果。这里要说一下啊，之前的节目说过，苹果的弱格式会比直出强一点点，但是需要你有调节弱格式的能力啊，调半天效果就强那么一点点，还不够折腾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华为更好一点。最后一个最暗的场景，祖传神兽 Pro， 华为的 RYYB 滤光片再次发挥了威力啊，主摄的表现上再次强过苹果，虽然说颜色有点奇怪，但是细节还是很丰富的。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华为的更强，但是这个强呢，也就是评测的时候有用，平时没什么用。视频录制的测试我们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厂家最想让你拿来直接用的设置啊。然后我们还要看看走路防抖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主摄的表现，色彩华为这边更鲜艳一些，但是解析力是没有 iPhone 高的。
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色彩上华为的更艳丽一些，但是解析力没有 iPhone 的高。2倍录像的表现，两边的防抖都不错，还是颜色上有区别啊，华为那边有点鲜艳。长焦录像华为是4倍，苹果是3倍，因为刻度就是这样的。防抖方面都不错，解析力也都挺优秀。现在看到的是华为的10倍以及 iPhone 的9倍，因为 iPhone 录像最高就是9倍啊。在防抖方面两边做的都不错，解析力华为的更优秀。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颜色方面是苹果的更正常，而且防抖也比华为强，只不过鬼影太明显了啊，苹果这边。超广角的表现是苹果的更优秀啊，虽然说防抖没有华为那边强，但是细节比华为的多。录像最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上华为更清晰一些，但是暗部细节的展现是 iPhone 的更强。超广角的表现跟夜景拍摄反过来了，是苹果的更强，但是这强的有什么用呢？工业设计硬件这个环节咱们就一笔带过吧，因为节目的时长已经非常的久了。如果从做工上说呀，我认为苹果的更好，而且苹果也有5G， 但是重量也是苹果更沉啊，沉多了。那反正那性能啊、游戏发热跑分啊，还有4G、5G 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华为 Mate 50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它俩呢都分别代表着两个品牌的最强影像实力。华为这边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啊，可谓是动用了洪荒之力，而苹果那边呢虽然已经是如日中天，但也在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再强一些。那主摄的表现上 ，iPhone 14 Pro Max 的表现更好啊，主要是弱格式的高清下更优秀，但是有时候呢会出现宽容度不佳的情况。超广角的表现 Mate 50 Pro 更好，而且好很多。长焦的表现也是 Mate 50 Pro 更好，但是2倍数码变焦是 iPhone 14 Pro Max 更好。人像的表现 Mate 50 Pro 好很多啊，可以说它的人像表现很理想。直出宽容度两台手机都不错。夜景的表现 Mate 50 Pro 更好，尤其是极暗环境下是它更好。虽然说华为的录像有进步啊，但是还是 iPhone 14 Pro Max 的录像更优秀。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啊，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多多支持。没错啊，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